有人认为守护一个王国的遗骸是愚蠢的。这句话出自大黄蜂与次席数位的对话。四之歌的剧情演出是属于碎片化叙事的风格，这种手法可以让人身临其境，仿佛置身于历史之中，见证一个时代的崛起与落幕，自然而然地产生宏伟的史诗感。一部分的玩家化身为思学家，致力于挖掘完整的故事线，但在这宏大的背景下，其实隐含大黄蜂自身的心路历程。这场旅程对于大黄蜂来说是个关于守护的旅程。那接下来我先把视角从仿洛拉回来，从遥远的圣朝开始回顾大黄蜂旅程的起点。大黄蜂的诞生源自于一场交易，一个关乎圣朝未来的重要交易。从此，大黄蜂肩负两大重任：一是担任起圣朝的守护者，一是成为智者复兴种族的希望。很快，在各方期许下，大黄蜂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守护者。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日复一日地为永世不衰的王国奔波。可在之后，瘟疫降临。在空洞骑士与守梦者相继现身之后，大黄蜂守护着黑卵圣殿，维系着封印对福宫的压制。但因为空洞骑士的不纯粹，导致瘟疫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圣朝在这场变动中日益衰落。最后，我们在空洞骑士开头看到的圣朝，就是衰败的王朝与他不知所踪的统治者，以及被夺去心智的国民游荡在其中。此时，大黄蜂仍在坚持自己的职责，守卫这个国度的遗骸。我认为此时的大黄蜂继续担任守护者，是基于责任感以及从小周遭对自身的期待。可是这种因为外部因素做出的决定，很容易会产生动摇，尤其大黄蜂又是十分长寿的存在。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大黄蜂或许多次怀疑、思考在此处坚守职责的意义。就在此时，他看到一个转机，一个游荡的鬼魂，一个力量源自他守护的另一处封印，需要王之印记才能进入的深渊的存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容器，有着足以与那瘟疫源头抗衡的实力。小骑士的到来让大黄蜂对自己的职责产生更大的动摇。在他心底，可能极度渴求一条真正能拯救圣朝、拯救他人的道路。接着，我们把视角再度拉回仿洛，在一群老乡热情的欢迎下，大黄蜂来到了自己血脉的源头。在这里，他见到另一个被瘟疫缠身的国度。但所幸这个国家还有救，尽管奄奄一息，里头却还残存了为数不少的人民。一股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感驱使他去解救这个国家，顺带与自己血脉远古的过去做个了断。与此时，大黄蜂心态逐渐转变，因为他在仿洛采取的行动是源于内心，而非遵循职责。这种内在的驱动力会让大黄蜂用新的视角去审视何谓守护。在这个过程，他遇到了许多人。我认为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都在大黄蜂探寻答案的过程中出了一份力。有人本不应该牵扯进这些危险的战斗，却为了家乡的同胞毅然决然踏上了伸张正义的旅途。有人曾是一国之主，但最大的愿望既不是复国，也不是报仇，而是解放自己爱人的灵魂，与其残骸共度余生。有人同大黄蜂一样，身为守护者，死守着奄奄一息的圣堡与其中的居民。还有很多，他们可能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没有令人动容的背景故事，可这些鲜活的生命或许让大黄蜂更加坚定将这个国度解救出来的信念，即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但大黄蜂无意间步上了他父亲的后尘，费尽心思都没能成功拯救一个衰败的国家。在普通结局里，
由于无法完全吸收司母的力量，导致大把的丝线溢出，扫荡了整个房落，压灭了整个王国的最后一息生机。而与普通结局相似，在接触瓜牛萨满帮助的结局里，整个房落受到虚空的侵蚀，生灵涂炭。大黄蜂本人也差点与司母一起被拖入深渊，幸好之前一直与他针锋相对的雷斯出场，借由保全大黄蜂反抗自己的命运。大黄蜂活了下来，但也因此亲眼目睹自己亲手造成的悲剧。第三幕透过与许多角色对话可以知道，对于自己导致的局面，大黄蜂十分愧疚，并且急切地找寻解救的方法。我个人的理解是，大黄蜂此时的内心是茫然无助的，心想自己拯救房落的举动反倒加速这个国家的灭亡，牺牲原本许多本不用被牺牲的人们。于是他找到了瓜牛萨满，得知了房落还有一线生机，只要获取远古战士们的心脏，就能找到抵御虚空的方法，从而潜入深渊底部，解放房落。在这期间，大黄蜂遇到了许多之前认识的朋友，发现了即便这国度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他们却仍旧坚持自己的信念。有人乐观地在末世狂欢，有人在混乱的局面主持大局，尽可能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有人义无反顾地出手，从虚空的手中护卫手无缚鸡之力的居民。我认为这些人都或多或少鼓舞了大黄蜂，让大黄蜂从满满的愧疚感中走出，逐渐有勇坚定的信念去拯救房落。同时与远古强大的存在战斗后，大黄蜂也了解了，即使自己的君主早已失去，即使自己的部落已然衰弱，即使自己的帝国早已逝去，即使自己的爱人早就失去生命，但守护他们的决心却永远留存。守护与否，取决于自己的心。那大黄蜂自己的心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自己的回忆里。前面提到大黄蜂身兼重责，既是确保圣朝永世不衰的守护者，更是知者复兴种族的希望。可他的三位母亲却是告诉他，你就是你。知者的统领赫拉叮嘱他，别人对你的期许与你无关，你需要找到自己的道路。蜂巢的女王维斯珀教导他，你必须拥有力量，不是为了他人，是为了自己的存活。圣朝的皇后白色夫人告诉他，你因为多方的期许，从小就必须受到严苛的训练，我们对你有所亏欠，这不是你本该经历的。于是大黄蜂明白他不一定要是圣朝的守护者，他可以守护坊落，可以守护朝圣者，可以守护旅人，可以守护同伴，以及所有需要被守护的人。守护他人不是大黄蜂的职责，而是他的本心。再次来到深渊，雷斯的虚影出现了，一个由丝线制成的造物，一个命运从出生就已然既定的悲剧。他想到了满坑满谷的残骸，他想到了黑卵圣殿的他想到那个毅然决然踏上旅程，履行容器使命的他。他们没能像自己有摆脱命运束缚的机会，于是大黄蜂下定了决心，这一次他要亲手解救这个被束缚的孩子，这一次黑暗休想将他吞噬。在经历一番鏖战后，雷斯成功摆脱身上附着的虚空，大黄蜂带其一起逃离深渊，但却已经没有余力去抵抗周遭虚空的侵蚀。就在此时，一位熟悉的身影出现，是他未能解救对方命运的容器。如今的小鬼魂透过自己的力量，摆脱了命运的束缚，伸出援手，温柔地护着大黄蜂。
或许是在感激当初大黄蜂给予王之印记，让自己有能力了解自己的本源。或许就像大黄蜂一样，摆脱了既定的宿命后，仍然选择守护的道路。也或许是因为没有人比这些容器更明白无力对抗一切的感受，所以不希望有人再有相同的经历。最终，守护他人的大黄蜂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守护。其实我原本没有想做四之歌的解析影片，毕竟发掘碎片化剧情里的故事并非我所擅长。当年空洞的剧情也是看别人解析才有大致的理解，但所幸四之歌在这一代的主角会说话了，所以在主要世界观之外，我也能很好的在游玩当下就能感受到主角的心路历程，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期影片。不得不说，四之歌在表现演出上比空洞骑士更为丰富，这个改动也让空洞骑士的故事更平易近人。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觉得我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就先这样啦，拜拜。